你敢相信吗？中国买的比亚迪开到欧洲可以免费做保养。看完视频，最后告诉你，在欧洲腹地有一个国家，它自称是匈奴后裔，爱吃类似中国饺子的面食，甚至姓氏都和我们一样，姓在前，名在后。而今天，它正在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征服欧洲的秘密基地。没错，这个国家就是匈牙利，也是比亚迪欧洲总部的新家。上个月15号，比亚迪官宣把欧洲总部从荷兰迁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匈牙利总理、广东省省长、比亚迪老板都去站台了，这可是一个大新闻。要知道，在此前，比亚迪就已经在匈牙利投了一家商用车工厂和一家乘用车工厂。如此重金砸一个人口还不到我们重庆1/3的欧洲小国，不免让人一头雾水。匈牙利是灌了什么迷魂汤这么招人喜欢？比亚迪又在图什么呢？我们走访了比亚迪匈牙利3家经销商其中的一家，试图八卦一些比亚迪和匈牙利甜蜜的蛛丝马迹。我们去的这家叫希尔的经销商集团始于1980年，由祖孙3代经营。希尔既做新车也做二手车，主要经销日本和欧洲的汽车品牌。中国品牌目前只做比亚迪一个。我们发现这里不像其他经销商，一个门店混杂着同时卖好几个品牌。希尔给比亚迪配了一个上千平的独立展厅。更有意思的是，门店还专门配了一个会说中文的小姐姐伊娃，说是为了专门接待中国人。这是我们海外探店第一次见到这么贴心的服务。伊娃中文确实可以，就是对业务不太熟悉。他是我的老板，他的名字是Balázs。有什么问题？在一段漫长的沟通后，我们还是了解到了一些信息。比亚迪乘用车进入匈牙利不到2年，这家门店也在去年2月开业，现在店里月销最高可以冲到100台，平时稳定在50到60台，营业额最高做到15亿福尼。短短1年时间，比亚迪在欧洲上市的差不多10款车，店里基本都在卖。热销车型也有今年年初上市的海狮7，接棒去年的 Atto3。那比亚迪在匈牙利卖得好还是不好呢？我们看一下匈牙利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你可能就比较有概念了。一季度，匈牙利纯电车卖了2408台，纯电市场份额仅7%，31个欧洲国家里排在20名左右，很明显属于中等偏下的。这还是匈牙利政府杀钱推电动化的效果。匈牙利直接从欧盟资金里掏出几个亿给企业发钱买电动车，按公司规模补贴，最高补贴400万福尼。现阶段匈牙利满大街跑的还是丰田、大众这些油车老将，偶尔能见到特斯拉和宝马电动车刷个存在感，基本看不到国产电动车。当地的探店小伙伴透露，就见过1、2次，还是中国人买的。比亚迪去年在匈牙利虽然只卖了差不多1400台，却直接拿下17%的纯电市场份额。即便匈牙利人都买比亚迪，按目前的市场体量来看，1年顶多也就1万台。但就在这种小池塘里，比亚迪却砸下重本，表面看似重视匈牙利市场，实际上背后另有所图。那图什么呢？我盘了一下，匈牙利这小兄弟招人喜欢的点真不少。一句话总结就是情商高，有实力。细说来夸夸，可以说好几点。第一点，有背景还实在。欧盟国家里，匈牙利是和我们最好的国家。之前欧盟每次有针对咱们的法案，匈牙利专业投反对票。当然论关系，像白俄罗斯和塞尔维亚不比匈牙利跟咱们关系差，但他们关系再好也不是欧盟。比亚迪肯定先进攻欧盟市场。有匈牙利这个欧盟成员国的政策便利，比亚迪的汽车才能在欧洲更好销售。还有一点值得说，匈牙利不只是政府关系好，民间对中国人的态度也极其友好。我们在探店时遇到一个开着比亚迪唐全球自驾来到布达佩斯比亚迪店里做保养的山西老哥，店里帮他换了滤芯，加了机油，最后竟然没有收他的钱，老板还专门跑过来跟他合影。感谢伊娃，感谢他们的店，这个给我保养了以后没有收费，让我很过意不去。但是我会记住这份友谊，也会搭建一个咱们中国和匈牙利的一个桥梁，希望大家能更多的知道他们这个店，能有机会来光顾他们。谢谢伊娃啊，好，再见。是的，我们亲眼所见，中国买的比亚迪开到欧洲可以免费做保养。老哥表示，出来1个多月，支架8国，感受到的都是友好。关系好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匈牙利政治气候稳定。欧尔班虽然长期被欧洲的白左们喷，但是务实。重视本国利益的右派往往是更好的合作对象。变革当下，稳定更难得可贵，尤其是像建工厂这种重资产的项目。
再一个，机会来了，小兄弟也争气，有实力接入。全球同时拥有 BBA 工厂的仅有3个国家，其中一个就是匈牙利，另外2个是德国和中国。世界最大的20家一级汽车供应商有14家落户匈牙利。匈牙利有欧洲底特律之称，汽车和零部件工业是该国的支柱产业。还有一点，匈牙利相比其他欧洲国家具有相对廉价的成本优势。比亚迪来这里建厂，零件供应、人才招聘全搞定。Schindler店里收到很多比亚迪客户的反馈，一个是消费者认为比亚迪价格过高，因为欧盟对中国车加征关税的原因；另一个是售后支持还不够给力。但经理表示很有信心，随着赛格德工厂投产，成本控制和配件供应问题很可能迎刃而解。说到比亚迪的赛格德工厂，我们看看这位置选得有多巧妙。向东2小时到乌克兰，向西3小时到奥地利，向北直达德国。就像下围棋，这一指落下，整个欧洲市场都活了。匈牙利还有2个称号，欧洲心脏和多劳河上的明珠，因为地处欧洲十字路口，也能帮助像比亚迪的中国企业更好地响应欧洲市场的需求。盘下来有一说一，真心很佩服小兄弟，总能找到赚钱的好项目，让比亚迪未来宁德时代、新旺达这些中国企业心甘情愿为他花了超100亿欧元，还是站着就把钱赚了。与其说中国企业带飞小兄弟，不如说中国企业上架欧洲豪门弟弟。不知道欧洲其他大哥是该羡慕还是后悔呢？